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15岁的那群好朋友们，以前都还在一起聊哪一堂课的老师臭秃头，隔壁班的谁谁谁好正好帅。10年过去了，25岁以后的每次见面闲聊，都在靠北老板聊股票跟营养品。有时候会有点彷徨，到底是世界变得太快，还是你的成长不够快？好像还没准备好，就到了需要有所成就，或者需要成家立业的年纪。看着曾经的同学因为跟上航海王、跟上台积而赚了好几十万、好几百万，但你还是只能靠着薪水一点一点慢慢累积。随着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很多时候薪水根本就不够用，明明想买的东西还是买不起。回过神来，才发现连存款都在不知不觉中变少。既然不想影响生活品质，只能努力开源，但时间就这么多，已经不可能再多打一份工了。投资看似是唯一的出路，开始有些投资焦虑，却不知道该从哪开始。你可能存了一些钱，但又不够买房子，决定先找出其他投资标的，结果不查还好，一查受不了，有股票、期货、国债、公司债、外汇、加密货币一大堆。在 YouTube 电视上看到各种老师每天喷很多口水在分析股票，这一切除了让你问号更多之外，更带给你一种恐惧感，那就是你可能会因为一个错误的投资决定而失去你过去辛苦存下的所有钱。毕竟大家一定都看过投资失利结果搞到家破人亡的故事吧？我也没办法说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确实看过太多的例子。可是就算你把钱都存在银行，时间放长来看，你一定还是会有所损失。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详细说明。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就是投资理财，很多朋友会拿自己的投资状况来寻求建议，想问问看自己当初的投资是不是明智的选择。虽然说是寻求建议，但说白了，大部分就是在寻找能安慰他、支持他的言论，称赞他眼光好棒棒，即使事实是他的股票套住了，投资房产转手卖不掉等等之类的，还是希望能从我这里听到让他有信心不沮丧的看法。说实话，来问这种问题的人每年都一堆了，我跟你说了我的看法，你也不会去实践，该停损你也不会损出，该加码你也不敢加码，你赚钱了你也未必会感谢我。如果不幸我的看法是错的，可能是后还会被你靠北，那我不知道你是来问什么意思的。所以总结一句话，除了你自己之外，没人能对你的财富负责。即使我讲了安慰到你的话，或是刻意讲了加强你信心的看法，那又如何？你以后还是会因为其他类似的状况来求救，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很多人都不先建立好观念，看别人买股票赚钱，心痒痒就跟着去买了。但是现实状况是，同样一档台积电，有一堆人在买卖，却不是每个人都会赚钱。明明大家看到的是同一家公司、同一份财报、同一则新闻、同一张 K 线图，却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报酬率，很悬吧？今天这部影片就是专门给初学者的投资终极指南，帮你先把重要观念建立起来。很多新手都忽略了建立投资观念，观念的重要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很多人都想跳过学习观念这步骤，直接去学什么厉害的技术。那你有没有发现，你曾经学过的东西，是不是常常都觉得好像不怎么好用，有时准有时候不准，或是觉得根本没用，觉得是人家在骗你学费？我跟你说，我认为很多时候不是你学的东西不堪用，只是因为你不会用。同样的招式给别人运用就能耍得虎虎生风，换你用怎么就是稳稳的赔。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把观念想成是武功的内功心法，专业知识、技术就是武功的招式。没学好心法就直接使出招式，那叫做什么？花拳绣腿吗？那你打出来的东西不用想打赢对手了，不要打到自己就不错了啦。所以在没有正确观念的基础下，任何招式基本上都无法得心应手。不管你什么招，号称多厉害都一样。尤其当遇到各种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盘势时，也容易不知道如何应变，因为你学的各种技术、招式或指标背后的逻辑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有些是互相冲突，根本不应该放在一起使用。就好像你把水跟油装在同一个容器里，再怎么使劲的摇，也无法让水跟油融合，这两个元素本身就是互相排斥。那我就问，
干嘛硬生生的要把它们结合？如果你很想开始投资，却在网络上大量的资讯里迷了路，你可以先在这部影片左下方点赞，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的 YouTube 记录里，以后你想复习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系统演算法也会推荐你其他同类型的影片，让你方便学习。首先，让我们先来讨论投资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赚钱这件事本身有分成4个象限 E、S、B、I。E 代表的是员工，用时间换取金钱。S 代表的是自己接案，用专业换取金钱。B 代表的是企业家，用别人的时间来赚钱。I 代表的是投资者，用钱滚钱。其中 E 跟 S 都还停留在主动赚钱的层次， B 跟 I 都属于被动收入。你现在是在哪个象限呢？可以留言跟我分享。我自己跟身边那些真正会赚钱的朋友，都是 B 跟 I 同步进行的。除了有事业在经营，也同时进行各项投资。投资的意义就是要用钱来滚钱，尽快达成财富自由，这样才不用再燃烧自己的生命来辛苦赚钱。你赚的钱还87%都进了老板的口袋。投资同时也是在保护辛苦赚来的钱。你可能以为全部存起来就是在保护财富，但忽略了通货膨胀这个东西。不管是苹果还是苹果手机，随着时间过去都只会越来越贵。最早只要5块钱的茶叶蛋，现在1颗都要10几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钱会逐渐失去购买力。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开始投资，因为你的钱在投资以后会自己神奇的增长，这代表可以去对抗通货膨胀的影响。那么钱到底是怎么变多的呢？投资背后的逻辑是去买进资产，而资产的定义是在未来会让你赚更多的钱。假设你花1000万买了房子，房子有2种让你赚钱的方法。第一，你可以把房子用每个月2万块的价格租出去来获得租金收入。第二，房子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涨。最后，你可以把房子卖出。不过前面也说过了，现在买房对你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而对于比特币这类的加密货币，可能也因为一直以来各种负面报道，想到要实际去投入还是有点怕怕的，那也可以理解。所以剩下能投资的商品就只能先从传统的金融市场去找，对你来说也比较有保障。而且相信我，已经很够你赚了，不用去找什么号称能赚快钱的邪门歪道。那么无论想买哪一个商品，首先都会需要一个证券户。很多人到这步就开始一个头2个大了，一下要想手续费谁比较便宜，一下又要算不同商品多收的交易税或者其他附加费用。但今天如果只是一个投资新手，本金没多少的情况下，我会建议就别多想了，直接找自己已经有银行账户的银行最快。不然在那边算要怎么省小钱的同时，都不知道错过几个大波段机会了。而且入门越复杂，就会越懒得开始。我们不要小看人性的怠惰，就找一天一鼓作气。现在线上开户也很方便，证件拍一拍，资料填一填，你就可以开始投资了。很多人开完户，第一个问题就会是接下来要买哪只股票才会赚钱？引用巴菲特的看法，如果是投资初学者，真正的问题不是应该要买哪只股票，而是根本不应该尝试挑选股票，因为投资新手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知道要购买哪些股票，也不会有足够的知识来知道买进卖出的时机。那怎么办呢？开户完的第一步是要先找出适合自己的投资逻辑。对，我没讲错，要去找的就是投资逻辑，不是找什么投资标的，也不是找什么厉害的技术，就是找适合你的投资观念、投资逻辑。接下来我会提供几种观念，你们可以依据自己的财务状况、个性，综合评估自己到底适合哪一种。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准备开始投资，应该要准备多少钱呢？答案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先不要觉得我又在讲干话，适合投资的金额每个人都不同，是要从目前拥有的总资产里分一定比例，千万不要把大部分的存款都放在证券户里。我知道很多投资人证券户里放的金额超过他80%的总存款。假设某人有300万存款，那大概有250万放证券户。有趣的是，
这250万不是股票赚来的，是放在里面避免常常被追缴用的。什么？你看看这些韭菜们的观念是不是很奇葩？粗略地分享我自己的资金控管比例，总投资金额占总资产是固定的比例，例如总资产1亿，拿来做高风险投资的总金额只占2000万，并且其中还区分为股票跟期货，股票跟期货各自有固定的最大投资本金限制，而且不管多么看好，不管多么有把握，也不会超过这个上限。也就是设定了金额后，只有透过初始设定的本金赚到2倍以上的获利，才会往上调高本金的最大上限。意思就是，如果我最高上限是设定2000万，我用2000万赚到4000万以后，我才会把2000万这个最高上限调高到2500万或3000万之类的。我用2000万赚到4000万，是不是总共等于6000万？那我把投资上限调高到3000万，就算那一年我头撞到，或是哪里卡到什么脏东西，最衰的情况下把3000万全部输光，那6000万减3000万等于3000万，我是不是还有赚1000万？因为我的初始本金是2000万嘛，那我依照这个规则施行下去，不就能保住我辛苦赚的钱吗？这逻辑有听懂吗？那你可能会说，这辈子都还没赚过2倍，甚至还把本金赔掉大半，那不就投资本金永远不能调高了？那我就问啊，你都持续在赔钱了，还想要调高投入的金额，是还没睡醒吗？那你可能还会想问，如果初始的2000万本金赔剩1000万，那要把本金补足到2000万重新开始吗？如果有能力补钱的话，也不应该补到2000万。投资一定是闲钱才能拿来投资，而且这个闲钱又必须是你能承受损失的金额，也就是即使这笔钱全部没了，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最好更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你就想想这次补了1000万，会不会还有下次？一次再一次的补，不就是无底洞了吗？根本是火山孝子。那当初设定的投资最高上限是形同虚设吗？你定给自己的规矩就不是规矩吗？不管你觉得这次可以翻几倍，不管你多有把握，都不应该补钱拼一把。为什么呢？你这次觉得很有把握，想要把本金补回2000万，拼回输掉的钱，那请问你之前买进的标的赔钱，是在没把握的情况下就买，所以才亏钱吗？应该不是吧？你当初应该也是觉得有把握吧？那你要怎么确定这次的有把握是真的比之前更有把握会赚呢？假如你常常下单下到失心疯，投资投到便投中，需要有人在旁边时时点醒你，拉你一把，救你一命的话，你可以加入我的群组，看你要跟学长姐们聊天请教，还是讲干话都可以。当自己在迷茫的时候，也可以与战友们分享你的状况，都会得到很多提点跟协助，在关键时刻还能拉你一把，和大家一起成长，一起赚翻。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第一个连结找小帮手洽询入群方式。话说回来，有了投资专用的本金，接着要来区分自己属于闲钱多的还是闲钱少的玩法。闲钱多的比较简单，一样操作到翻倍的绩效，1万翻成2万等于只赚到1万，按100万翻成200万，是不是就赚100万了？基本上就分2种方式，分散投资或集中投资。分散投资指的是会投入多种产业甚至多种产品，就是最基本的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样的做法主要是为了赚趴数，而不是赚翻倍。意思就是说，每年稳定的赚个10%，中间可能还有股息、配息，这样稳定的被动收入。另一种方式则是集中投资，也就是很多资产雄厚的大神，他们可以再去达成翻5倍、10倍的方式。这个比起稳定获利，需要长时间的布局跟等待，会分成多次进场。新兴技术的股票，你把成长周期拉长来看，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一样的模式。什么叫新兴技术？就像以前的互联网概念股，现在的 AI 概念股，这些技术一开始都只是愿景，能发展到哪边也没人知道。但这些大户基本上都会具备一定的讯息差或自己的投资眼光，知道未来趋势在哪。基本上成长模式都是长这样的，前期先发酵，这时候大户会用资金的少部分来进行卡位，题材被散户看见之后开始炒作，有了第一波涨幅，然后主力抛售割一波韭菜，价格下来之后进入大户主要布局的阶段。
这个布局的时长具体多久不知道，因为必须等到技术发展成熟，反映在实际营收上面之后，才能开始获利。所以这段少则3年，长则5到10年的时间，大户都会继续分批买进。等到主升段出现，这时候股价要翻个5倍、10倍都不是问题。主力的底部长期布局以及高档养套杀的手法，其实也就一套手法而已，这套已经用了100年了，你却还是看不懂。大户在抛售时也不知道要逃走，把生活费、缴贷款的钱加码进去的大有人在，我当真佩服你们的勇敢。上个月刚缴完税，相信大家都很有感。在台湾，假设你年收入300万，所得税减掉可扣除额以后，抓10%的话，可能要缴30万。虽然不是天价的税额，但是缴起来也是心很痛。大家都知道，当初苹果的创办人贾伯斯以及特斯拉 CEO 马斯克就没领薪水，全都在投资标的上，靠股息就是你薪水的 N 次方倍，这都是被动收入。他不要拿一直会贬值的现金，他要的是会不断滚动且提高价值的金融商品，然后就直接每个月爽领了。所以你应该善用股票、期货等金融商品，去帮你自动滚更多的钱。如果你希望脱离被割的命运，如果你希望学习和主力上同一台车下同一站的方法，就马上点击影片说明栏的第一个链接，可免费咨询如何学习波段投资。如果你今天是属于嫌钱少的投资新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先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撑生活，千万不要随便想说自己要破釜沉舟当个专职交易员，这样真的只会变成铁达尼号而已。没有财力没关系，但你可以慢慢累积实力，让实力去带动财力。还有先安内再攘外，听过吧？做投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最好还是跟家里人取得共识。交易最好就是能像机器人一样一直重复有效的 SOP。 情绪会影响你的绩效，心情不好就容易亏损，这是不会变的真理。如果你的个性比较保守，不求大富大贵，只希望帮自己增加一些收入来源，前面说过，一开始进入投资市场，可以先不要担心怎么选股，你可以透过大盘相关的 ETF， 或是偏向刚性需求、最好股息又会逐年成长的股票来入手，因为它们是最安全的选择。关于如何选择 ETF 还有 ETF 进场的时间点，你可以参考之前这部影片。为什么大盘 ETF 会是安全的选择？以0050来说，它就是把台湾市值前50大的公司都放进来。当你今天只是一个普通人，还有你的工作要做，没有时间每天花8小时来研究所有公司的营运技术分析，至少 ETF 会有专业人士去帮你追踪每一家公司的表现。现在已经有一个大量的研究和调查，甚至巴菲特也曾经做过一个挑战实验，去证明总体而言，很少有其他基金会跑赢标普500指数，也就是美国的大盘。如果你还是担心，可以试着想象台湾50家最大的公司在一夜之间股价通通归零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它们价值归零，那你自己选出来的股票又会有什么下场？台湾对你来说还是不够安全，那去投资标普500总行了吧？基本上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股市都会持续上涨，因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些公司工作。台积电的员工每天都在创造价值，他们会研发新技术，新技术会带来更多营收，还有更多版本的 iPhone。也因为他们赚了更多钱，以及制造出更多酷东西，大家都会想要继续购买越来越多的酷东西，那经济自然就会持续向上。前面讨论的方法虽然安全，但根据 MJ DeMarco 在《快速致富：开拓一条致富快车道，提早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这本书的描述，这就是一种财务平庸，也称为慢速致富、理财慢车道或轮以上的财富。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大部分人的理财计划都是长这样的：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把部分薪水存起来，生活处处节俭，固定把积蓄投入股市，等退休时就能有一大笔钱。听起来很棒，对吧？有听到重点吗？要等到退休才会有钱啊，所以你还是要劳碌一生，想买什么都要忍耐。等到了轮椅上才能享受到的财富有什么好的？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尽快达到财富自由。达到财富自由本身不难，
难的是你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做到。想从致富的慢车道切到快车道，你需要的是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待。要主动出击，你要有心法，有招式，才能使出一击必中的必杀技。观念跟技术需要累积。巴菲特说过，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你现在就可以打开资讯栏，加入我们学习的行列。当你学会了在市场实证有效的 SOP， 只要反复去做，养成习惯，等待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就可以使出你的必杀技，然后往财富自由迈进。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固定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如果你认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对投资还充满迷茫跟恐惧，你可以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们，这样当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还有人可以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提升生活品质，让你自由且不孤单。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